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我和江洛轩在一起了4年，我当过他的秘书、助理、情人，唯独没当过他的爱人。现在他要结婚了，却让我嫁给其他人。我听到后，抬手一巴掌，转身离开。4年，说不长也不长，说不短也不短。22岁到26岁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龄段。人生有多少个4年？这4年里，我一直跟着江洛轩。最初，他的朋友都看不上我，觉得我小家子气，配不上江洛轩。确实，我和他有着云泥之别。他是京圈太子爷，年少有为，风流倜傥，而我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，没有光鲜亮丽的容貌，也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把我放在人群里也是毫不起眼的存在。所以我用尽手段，倾尽所有，只为了融入他们的圈子。到后来，他的朋友们客客气气叫我嫂子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站在江洛轩身边的时候，江洛轩用行动告诉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残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，我们终究是不平等的。明明我是如何渴望甘霖般的渴望被他爱，却愈来愈干枯贫瘠。对我而言，无论对待自己或爱我的方式都太傲慢，以至于我不敢去要。大学期间，我凭借优异的成绩到集团实习，优秀的表现让我顺利留在了集团工作，也顺理成章在集团里面做秘书。一天，我走在去往经理办公室的路上，怀里抱着一大堆文件。正当我低着头走路，心想着接下来的工作安排，突然我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，手中一大堆文件也随之哗啦啦地落下。我心头一紧，心想糟糕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路，您没事吧？我抬起头，慌忙说道。一位身形高大，身穿得体黑色西装，手戴男士腕表的男性闯入了我的眼帘。他黑色的眼眸犹如夜间的星星，深藏于他深邃的五官之中。高挺的鼻梁，微微带笑的嘴角，勾勒出他完美的容貌。没事，你没事吧？他说道。真的十分不好意思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连忙道歉道，暗自叹气，心想真是不小心。我没事，我看你这些文件可有事。他轻笑着说道。这时我才缓过头来，看到掉在地上的文件。我帮你捡起来吧。他说完便蹲下来帮我捡文件。我内心开始砰砰跳动，就如棒槌敲打鼓面般震耳欲聋。我蹲下和他一起整理文件，看见他认真的模样，我的耳朵不禁开始发烫。好了，整理好了。他把一堆文件递给我说道。谢谢你。我连忙感谢道。他看了看腕表，说道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，下次小心点。话音一落，他便走向走廊深处，直至背影消失不见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还来不及问他姓名，他便快速离开了。看着他远处的背影，我感觉我沦陷了。后来我偶然间知晓了，他原来是集团的总裁江洛轩，心里顿时感到失落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如鸿沟般摆在我的面前。或许我再没有机会和他产生交集，就像2条平行线般永不相交。有一天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砸晕了我的头脑，我要当江洛轩的秘书了。下班后，我走在夜晚的大道上，
一步又一步走着，整个地板都吻着我，心情如同被点燃的烟花，瞬间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芒，满心都是雀跃。脚步轻快得如同跳跃的音符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软绵绵的云朵上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笑容如同春日里盛开的花朵，明媚而动人。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仿佛藏着无数颗小星星，随时都可能蹦出来。我兴奋地转着圈，手臂不由自主地挥舞着，和整个世界分享的喜悦，内心的雀跃如同欢快的溪流，潺潺流淌。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，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。我沉浸在这雀跃的氛围中，尽情享受着这份纯粹的快乐。我心里止不住的开心，一朵朵烟花在我的心房绽放，填满了我的整个心事。成为他的专属秘书的第一天，江洛轩认出我了。他们给我配的新秘书是你呀？江洛轩望着我说道。是的，我紧张回答道。不用紧张，我看你履历十分优秀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谢谢总裁的认可，我会好好工作的。只是下次可得看着路。他笑着说道。我脸上一红，立马说道，以后不会了。原来他还记得我们的相遇，原来我这个人也对他产生了意义吗？此刻我心里汇入无数暖流，如水一般流向我，我无法阻断。之后我便留在江洛轩身边工作。每日的见面让我心底的爱生根发芽，狠狠扎在我的心底。我就像寺庙里虔诚的信徒，在灰烬里寻找信仰，侍奉着我的神明。可我不能诉说我汹涌的爱意，只能默默关注他的一切。心底的爱就是潮湿的青苔，见不得光，却肆意生长，遍布任何一个角落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发觉他在观察我，也暗中打量我。一次无意间的对视，我发现他眼里含笑，如沙漠中璀璨星星般。我渴望睡进他的眼睛里，他的眼睛看得我心里砰砰直跳。我不敢揣测江洛轩的想法，可我的大脑止不住地想到，是不是他也在意着我？是不是喜欢我？是不是也如我一样偷偷看着我？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明白我会爱你，像暴雨，像暴风，像烈焰的爱，但不准，这是不能发生，会山崩地裂，我会血肉模糊。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我的心弦，日子会如似水流年般度过。可是，一则噩耗改变我命运的轨迹，也改变了我和江洛轩之间的关系。当我整理最近公司的文件，一则电话的打来，打乱了我的阵脚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白素华的家属吗？她现在情况危险，需要你赶紧来医院。听到后，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去往医院。我的父母早早去世，奶奶是一直抚养我长大的人，是我唯一的亲人。看着奶奶消瘦的脸颊，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，我止不住的难过。我拜托医生，无论如何都要救我的奶奶。可高昂的医疗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无助、迷茫、彷徨充斥在我脑海，像一张大网把我抓住，我难受到放声大哭。我的脑海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该怎么办？为了照顾奶奶，我向人事提交了辞呈。我草草收拾了一下桌面后，把东西放好，准备乘坐电梯离开。突然，江洛轩出现了在我面前。他问道：“你要辞职了？”江总，你怎么知道？
看见你的辞呈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奶奶病情严重，需要我照顾她。没办法，只能这样。我哽咽着说道。她眼睛看着我，像漩涡一样把我吸拉进去，我看不清里面的情绪。我可以帮你。我心里一震，片刻大脑轰鸣。不过，我需要你接受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都接受。你能帮助我吗？我急切问道。我像溺水般的人，拼命在生活的水潭里双手挣扎，溅起水花，而江洛轩就是那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当然，我答应你，无论什么条件。电梯叮的一响，他走进电梯，电梯门缓缓闭合。我会帮你办好一切。楼道上的灯光刺眼到我的眼泪流下，一滴一滴又一滴，点滴终成一条细小丑陋的河流，又分出无数支流，最后挂满我的脸面。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不能让我爱的人被我送进坟墓。我不要当坟墓的守墓人，日日夜夜对着星星流泪。随后，江洛轩兑现了他的承诺，奶奶立马转到了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。当一切安排好后，奶奶的情况逐渐好转。我才想起问她是什么条件。我忐忑不安地走向办公室，熟悉的走廊越发让我感到陌生。白皙的灯光变成一道道锋利的剑刺在我身上，尽头的大门是预言里的潘多拉魔盒。我深呼吸，走到了玄色大门前。我用手敲了敲门，请问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打开门，只见他随意地坐在沙发上，姿态慵懒，漫不经心说道：“做我的情人。”我听到，第一反应是：这是真的吗？我有什么资格能当江洛轩的情人？这可是万人艳羡的江洛轩啊！而且，我喜欢着他，我渴望着他，迷恋着他。江洛轩递给我一份合同，我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此刻，我成了江洛轩的情人。合同签完以后，我们还是如往常般样，3点一线，埋头工作，仿佛那天的事从未发生过。但该来的总会来的。一天，江洛轩看着文件，随口说道：“工作安排好，有时间过来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有时间。”那晚，漆黑的天幕被闪电一次次撕裂，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鸣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震碎。豆大的雨点密集地砸向地面，溅起一片片水花。街道瞬间变成了河流，雨水急速地流淌着，发出哗哗的声响。路灯在雨中显得格外朦胧，昏黄的灯光被雨幕切割得支离破碎。窗户被雨点打得噼里啪啦作响，风也跟着呼啸起来，摇晃着窗外的树枝，仿佛要将它们连根拔起。偶尔有车辆驶过，溅起高高的水花，车轮与雨水摩擦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整个世界仿佛都被这场大雨所吞噬，陷入了一片混沌与喧嚣之中。他喝了点酒，他身上浑身散发着淡淡的葡萄酒香，令我着迷。不喝酒的我，从没想到酒可以闻着那么甜蜜，如蜜糖罐般。当我倒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本能的恐惧袭上心头。他很温柔，不用紧张。他亲了亲我的眼睛，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身体，一举一动犹如清风般抚慰了石林般的我。阵阵风声穿过石林，发出清脆的回声。柔软的身体就像远方清黛的群山，
深沉的呼吸是大海荡起的层层浪波，轻柔的鸣叫是翱翔天际的海鸥。一夜无眠，白天里我们还是照常上班，夜晚里我们不眠不休。在某一瞬间，我总是忘掉了我们之间的身份，渴求被我隐匿起来的爱。有一天，江洛轩让我收拾行李，退掉我的出租屋，和他住在一起。他用他宽厚的臂膀如藤蔓般紧紧抱住我，把头埋在我的颈脖里，声音闷闷说道：“和我住在一起吧。”我听到后，脸颊发烫，心跳加速。好。说完，我转身和他拥抱在一起，他身上的香水味充斥我的鼻腔，我的脑海。我的身体想要记住此刻。我的身体好似一架竖琴，他的一言一行则如拨弄琴弦的手指。过后，我退掉了我狭小的出租屋，搬到了郊外的别墅。搬到别墅的那天，江洛轩送给我了一条宝石项链。他说，在拍卖会看到它，就想起来你，你就是我的珍宝。我不敢触碰那条昂贵的项链，江洛轩便为我戴上。我紧紧抱住他，汹涌澎湃的爱意，此刻山崩地裂。那天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，在那个别墅里面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别墅每个角落都遍布我们爱的痕迹，就如氧气般。触碰每件物品都会产生名为爱的化学反应。突然一天夜晚，我独自在别墅里，空荡荡的，很想打一个不说话的电话，只要你在电话那端就好了。我可以枕着电话筒，不需要其他，只要你的呼吸声，我可以枕着入眠。在他的朋友眼里，我是他最普通的一位情人，没有惊为天人的容貌，也没有幽默风趣，实在是在他之前的情人里显得平平无奇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待在他身边时间越来越长，超过了江洛轩其他情人。他们便开始审视我，觉得我或许有其他地方吸引着江洛轩。我是一个高傲的孔雀，天生难自弃，想要向他们尽情展示我，沉迷于孔雀的交际舞。而我用尽全力去了解他们圈子里面的玩意，只为融入他们。第4年的时候，我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晋升到他身边的特助。总算江洛轩周边都是我的痕迹了，我暗暗高兴着。我也被他的朋友客客气气喊声嫂子，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陪伴江洛轩的第4年，我不再像之前的我，和他相处那么僵硬。我偶尔也会向他撒撒娇，我们也会去看电影，会去游乐园，会去逛街，我们就如世间最普通的情侣般。我战战兢兢又欣喜若狂，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的心情。你看这个想不想你呀？我指了指一只丑丑的小熊，他看向我手指的方向。在你眼中，我有那么丑吗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是他那个神情跟你好像呀，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吗？求求你了！我轻轻用手拽了他的衣角。好好，我给你买。你想要多少，我买多少。江洛轩温柔的眼光让我无法自拔地沉溺其中，这样的对话也存在在我们之间。我甘之如饴地品尝其中的滋味，就像高冷冰雪间窒息过后美好的幻觉般，深深地潜入我的身体。唯独有次，我越界了。那天是我25岁生日，之前的生日都是和奶奶一起过的。自从和江洛轩在一起，他都会送给我礼物，但
我想真正和他过一次生日。我犹豫地打开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看着手机上顶置电话号码。那串号码我已经烂熟于心。我坐在位置上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着我的愿望。许完愿望，我鼓起勇气拨打了江洛轩的电话。漫长的铃声也拨动着我的心跳。怎么了？江洛轩的声音从听筒传出来。你回不回来？我忐忑问道。不回。随后我听到了若有若无哼的一声，还有嘈杂的电子音乐声。我知道那是在酒店里。你想管我吗？江洛轩冷漠的声音传出来。不是，我没有什么事，不要给我打电话。我来不及回应，只留下嘟嘟的电流声给我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心情一下跌入谷底，就像一盆冷水倒在我的头上。我不该期望我本不拥有的东西。那天之后，我们还是如往常一样，只是他再也不来别墅了。而那通电话就像一个小伤口样，经过时间的愈合，慢慢变好，但痕迹却永远留下在我的心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他身边出现了一名当红小花。那位小花长相明艳，是我不能比的。江洛轩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我和他其他情人没有什么不同，时间9点也没有区别。但我舍不得他，隐匿的爱就像树根一样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。他换了无数女伴，一个又一个。我忍不住问道：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做什么事需要向你报备吗？你当自己是谁？记住我们的关系。我记得我提醒过你。江洛轩不耐烦说道。我知道，可是什么？你。他扑哧笑了出来，像看见什么笑话一样。白毅清，你看清我们的差距。我能给你，是我愿意。不要设想你不该想的。我只是什么？别来烦我。我狼狈地逃离了他，奔向室外。我不知道我该往何处。那天，一场夜雨悄然降临，街道上雨水迅速汇聚成小流，行人们撑起雨伞，匆匆而过，脚步声在雨幕中显得有些模糊。我没有带伞，只能任凭雨打在身上。密密麻麻的雨，仿佛是上天嘲笑我的行为。雨水顺着脸庞滑落，流进嘴角，带着一丝丝的咸。或许雨也在为我流泪，连雨都变得咸咸的。一步又一步踏进水坑，四溅的水花弄湿了我的裤脚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在无人都小巷蹲下来，抱紧自己，大哭起来。不是雨变咸了，是我的心在流泪，是我的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在意他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他是帅气，有很多人喜欢他。我哽咽着吼道：凭什么他不能在意一下我？我为他做了我所有能做的，为什么要那么对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是我就不配吗？老天，是我不配拥有幸福吗？雨水混着泪水进入我的眼鼻喉，我已经喘不过气了。我是枯萎的花，渴求一点名为爱的水，浇灌我，填满我，拥抱我。我好想好想好想，好想和你，可以再爱我一遍吗？我会永远爱你，爱你到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，好吗？不要丢下我，好不好？我真的爱你。我紧紧抱住我的身体，雨水流淌进我的血液，我仿佛落入了深海之中，无法挣扎。
我看了看手机，点开通讯录，看着顶置的电话号码，那是我心中默读了多少遍的名字。我看着雨水掉落在屏幕上，逐渐模糊了所有。随着屏幕熄灭，我起身，迎着大雨走向我的家。我开始摆正自己的身份，做好特助该做的事情。我开始远离他，不是放弃他，只是无法再接受。我不愿意不适合的方式来对待我，不愿意待在一个一点都不美丽、一点都不符合我本性的关系里。我开始为他的女伴买礼物，订餐厅，订机票。我的心终于不再为他跳动了。一天，江洛轩让我为他刚分手的女伴过户房子。等处理好一切事务后，我接到了奶奶的电话。楠楠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好久没见到你了。奶奶的声音从听筒传了出来。奶奶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说话也说得不清楚，但依旧为我操心，问我工作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她住院是不是花了很多钱？我笑着回答奶奶的问题，抓住这点点温存。挂了电话后，这段时间的委屈、抑郁像洪水一般袭击我，止不住眼睛里的泪水。我蹲着停车场哭泣。突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。我抬头一看，是江洛轩。他默默不说话，看着我。我拿出纸巾擦了擦泪水，起身说：“江总好。”他不说话。江总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先走一步。我扯了扯嘴角说道：“没事，那江总再见。”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那天晚上，时隔6个月，他突然再次出现在那栋房子里。我们相顾无言。可我有时甚至会希望我们能有一场争吵，这时眼泪会因浓烈且不合时宜的情绪而变得尖锐，粗暴地划破我们之间小心翼翼的但不着调的和谐，剖开所有怯懦的蜷缩的欲言又止，裸露出无处可避的真心。我在无数次预想的场景中，我会问：我们能不能不分开？可不可以永远在一起？其实我很喜欢你，你能不能爱爱我，再疼疼我？他会说什么呢？他不会说什么。我们之间只有性，没有爱。我们不是真实的情侣。他不会祈求我不要离开，不会奢求我的真心，只有他长久的沉默树立在我们之间。在这样的沉默中，那道伤口显得尴尬且毫无意义，只能晾在一旁中，变成一道丑陋的斑痕，等待被时间和更多的记忆抹除。我不愿做这样徒劳无功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不是情侣，我们没有对等的关系。他没有那么喜欢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谨言慎行，不再说有失分寸的话，做好特助的工作。我明白了我们直接真实清晰的关系，不再过分的期待。就这样，我又待在他身边1年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阅历的增长，许多事情我也逐渐想明白了。我知道，我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他。我和他的相处时间永远是倒计时。一天我工作完，打算下班回家，我坐在车上思考着我对江洛轩的爱，好像我不是一直都爱你，也不是愈来愈爱你，而是每天都爱上你一次。奇怪不奇怪？可是好像我再也没有力气爱你了，我好累啊。结束的那一天来得好快，我和江洛轩的关系要结束了。医院那边我交代过了，你奶奶可以一直接受最好的治疗。房子过户给你，明天你也会收到一笔转账。工作我会向我的朋友介绍你。你还要什么问题吗？
现在提出来，毕竟跟我4年，我也会满足你。说完，他头也不抬地看着文件。好，我没有其他要求。心里的苦涩淹没了我的身体，我头再也抬不起来。签下合同，我们到此结束。我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签完后，他毫不留情地离开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4年就结束了。过后，我收拾好自己别墅里面的东西，拿着江洛轩给我的支票，搬离那座我住了4年的别墅。我想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辞去了集团的工作，凭借之前优异的工作履历，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。我重新投入生活，努力工作，有空就去看看奶奶。生活回归了平静。在去往公司的地铁上，我拿出手机翻看新闻，几个大字赫然摆在我眼前，原来他要结婚了。对方是名门千金，家世显赫，名校毕业，真是郎才女貌，我心想。我看着新闻图片，他笑得好开心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我苦笑了一声，便放下手机，听着地铁的提示音，我该下车了。我想，我和江洛轩之间关系的地图，像躺在泥室里模糊晦涩的线条被牛犁犁深，整块挖起，终于不再有任何牵连。我走在拥挤的人群里，想着希望他幸福，因为我曾经真的爱他。后来，我把江洛轩给我的别墅卖了，换了一栋 loft。我亲手选材装修，把屋子打造成我心目中的家。闲来时，我便在厨房制作甜品。我把制作过程拍成视频，无心插柳，倒吸了不少的粉丝。我每天更新视频，许多粉丝的称赞让我忘掉了之前的忧郁。我想我这辈子和江洛轩不会见，可他突然出现在家门口。正当我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见他却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他还是记忆中那般模样。我开口问道：“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我结婚了吧？”他知道了你，他不放心，要求你先结婚，他才和我结婚。我知道这很难接受，但是结婚对象我已经替你选好了，你放心，人品不错。即使后面你离婚，他也不会阻拦你，我也会帮助你。他缓缓说道，仿佛这件事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我听到后，心中一怒，也升起一股凄凉。难道我的人生要由他决定？原来我的人生对他是如此的没有意义。我开口说道，一见面说这个事也太突然了，我没准备好。我们还是找个时间好好说这件事吧。好，我知道我太突兀了，我们约个时间吧。他好像也明白此刻不适合说这件事。他给我了一张名片，说道，这是我的电话。江总，要进来吃饭吗？我笑笑问道，手上领着一大堆菜。不用，我急着回去。他看了看手表，说着，好，那江总再见。我看着他背影离开，毫无留恋地打开家门。我要摆脱他，这是我见完他后唯一的想法。重新加上江洛轩，是我未曾意料。看着熟悉的名字躺在列表，我想一起都要有个了结。我们约定好时间在咖啡厅见面。终于到了约定的时间。我穿着墨绿色的连衣裙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看着镜子里的我，镜子就如水般的波动，荡起层层涟漪。我仿佛看到了5年前的我向我微笑。我知道该如何了解过往，我挥了挥手，
向镜子里面的我告别，来到咖啡厅。我望着窗外，一阵又一阵的脚步声，呲哒呲哒作响。我回过神，江洛轩来了。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我对你根本没抱过幻想。我很爱你，我知道你自私、傲慢、无耻，然而我爱你。我可以忍受一切。我知道你是个下流货色，总是到处留情，可我愿意爱你。为了欣赏所热衷的玩意，我竭尽全力；为了向你和你的朋友并非无知、庸俗，我煞费苦心。可你总是践踏我的尊严。我好爱你，这些我都毫不在意。我知道，人在爱上一个人得不到回报，会变得愤怒和尖刻。我放弃怎么做？我从未奢望你来爱我，我也从未设想你会有理由爱我。对我来说，我能有机会爱你，我已经心怀感激了。小青，可是我已经明白了这条路的终点。我知道你想的什么，我不会同意的。我已经和你没了关系，那5年就当是死了的狗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你还爱着我，只要你结婚了，不是都皆大欢喜吗？我说的已经很清楚，你别恬不知耻。是谁帮你付了你奶奶的费用？是我。是谁一直给你提供帮助？是我。是谁给你的钱、车子、房子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拿起面前的咖啡泼了过去，给你醒醒脑子。我不是你的商品，也不是你的宠物，更不是你的工具。我一个耳光过去。好好对你未婚妻，我们别再见面。还有，那些东西都是我该得到的。说完，我拿起包，转身离开，独留下他一人。我离开咖啡厅后，坐在天桥的阶梯上，回想在不知多少个寂寥的深夜，以不同的姿势坐在不同天桥的阶梯上，想着我生命中重要的那几个人，他们是我的史诗。如今天桥的颜色换成橙色，我深刻且清醒地知觉到自己是待在同一个地方，这些桥也是同一个桥，我也如同此刻般蹲坐，手抱双膝，以这样的姿势观看世界。我知道，我将摆脱过往，继续书写我的编年史，不错过任何一条河流。近期，豪门巨子江洛轩被拍到与当红小花夜晚出入酒店，电视机清晰的播报声从客厅传来。我在厨房制作慕斯蛋糕，我想该离开这个城市了。囡囡，我这辈子活到头了，我希望你为自己活一次。奶奶永远爱你。奶奶临走的话浮现在脑海里。我卖掉了房子，辞掉了工作，打算去往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，开一家甜品店。一张机票和一件行李箱是我的所有。坐在飞机上，我望着窗外的自由的云漂浮在天空，一只鸟越飞越高，仿佛冲破了天空的束缚。我褪掉一层无资格的黏膜，愧疚也被时间的浪潮冲退，仅携带少量的自卑感前来，准备好与未来的自己赤裸拥抱。我想，余生为自己而活。故事完。